大家好，今天我们想要探讨的是做法。首先有3个问题想问大家：第一，为什么同样的产品，有的人卖得出去，有的人却卖不动呢？再来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谈了很多客户，但却没有办法提高收入哦？那第3个是，如果你正在当年创业的话，为什么你过去的专家身份反而可能成为你销售的瓶颈跟最大的障碍呢？好了，今天我们会分享3个核心主轴跟5个问题。那第一个核心主轴是每一样东西都会衍生出来跟与自己相同的结果。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很讨厌业务或者是销售的人，根深蒂固观念是你讨厌被推销，或者是拒绝付钱，然后或者是想觉得别人的价格太贵，那你在销售的时候，同样的也会害怕客户用同样的眼光去看你，因此呢，你就会不敢开价，或者是不敢再追踪，那也不可能说很自然而然的去邀请别人再来购买哦，因为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吸引到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想给大家一个观念是说，如果你今天想要吸引一个快乐的，然后愿意付钱的客户哦，首先你就是要首先成为一个愿意为价值付钱的一个客户。那这样的你很享受这个过程的情况之下，就是潜移默化的呢，你以后在销售，你也会吸引这些快乐然后愿意付款的人，因为他们了解你的价值哦。因为对我来讲，做身体力行，言行一致。当你怎么样的想，就会反映在你的所谓的成果上面。那你也知道，很多人不喜欢被推销的但喜欢买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一点错误的哦，因为人是喜欢买东西的，然后也不怕别人推销的。就比如说，你今天买一只 iPhone， 你不怕去那里面跟人家说你要一只，对吧？但是你最怕的是什么？其实你是最怕的是销售员一直追着你。因为你就是讨厌那种感觉，你这个应该是感同身受的，对吧？我也能理解。当销售人员过来的时候，你可能就立刻说啊，不用不用，我只是来看看哦。那你就会开始在你的下意识里面就会觉得说，销售等于纠缠不清，或者是施压，或者是欺诈哦。那所以在你销售自己的产品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害怕别人用同样的眼光来看你，结果就是你不敢主动介绍啦，不敢报价，也不敢邀请客人去做决定哦。那所以就是你要根深蒂固的解决一个你的思想方面的问题。那第二个观念就是说，很多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哦。我觉得时间比金钱还要可贵。为什么这么讲呢？你想想看哦，如果今天我愿意给你100万，你可能说很好，但是我会告诉你说，那首要条件是说你今天就必须死完。那你可能就会想一想说，那我要这个钱吗？因为有钱我也没有时间去花呀。那这句话就已经告诉你说，时间其实是比金钱重要，因为很多人会说没了再把回来就好了，但不会有人说我把时间赚回来，因为时间是买不回来、找不回来的哦。那我会跟你讲说，真正的财富不只是赚多少钱，而是说你用多少时间才赚到这笔钱。那如果说贫穷的人跟一般的中产阶级，他就说我的时薪是，比如说是10磅钱，或者是200块台币。那或者是有的人会用年薪，比如说月薪，比如说3000块英镑，或者是5万块台币，或者是用年薪。可能就是说，100万台币，类似这样子之类的，那大家会觉得说很习以为常，对吧？但是你想看，如果我要赚100万，一年，那比如说是5000磅，那我一年是6万磅，那我10年能赚超过100万哦。但是你会觉得说，那这样子的话，就表示我富有了吗？因为你如果说100很富有的，但是有钱人他不一样啊，他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就是希望我1个月就赚这个100万，你这样懂我意思吗？然后他就会去想说，我要怎么样把时间大幅的压缩下来，然后不只是说高或者是月薪啊，或者是年薪，而是他真正会考虑到怎么样把这个年收入的钱1个月之内就能赚到，那不就是更好了吗？那相对的这个，如果你今天跟10个人去做一些销售的对话的话，
那你是不是达到的100万的几率就会更强了？你懂我意思吗？我应该要做的就是说，我要快速的去接触到我的潜在的客户，然后呢，不要去纠结或者说很怕被拒绝。那第三个呢，销售不是一直追着一个人，你要真的是要提高对话的数量哦，就是说你不要一直太纠结，一定要人家说 yes yes yes，因为如果你把销售大量的时间试图去说服一个不想买的人，其实是很浪费时间的。很多人就这个时候就觉得说啊，销售好难，因为很多人他都有所谓的自尊心的问题嘛，因为他觉得说每一次被拒绝就觉得自己很失败哦。那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嘛，如果你接触的人多的话，那你自然而然慢慢的去做修正嘛，对吧？可以慢慢学习或找老前辈。但是如果你量跑不起来的话，那就是那个母数不够的话，那你肯定成交的就不会多，那你的收入就会变少，对不对？那你也就不用太去纠结说，100个人有18个人会成交，然后就很纠结我要怎么去说服那82个人哦。其实没有必要，因为销售嘛，其实就是跟人之间的关系的建立。如果说这个人你可以说到这个点上是他真的需要这个东西，你在卖给他的时候，其实这是非常快速的哦。所以不要去太纠结的人他到底在想什么，因为他想什么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记录的就是3个数字，就是第一，你今天接触了多少的潜在客户，然后第二个是有没有人想要进一步的去做谈话，那第三个是有多少人成交哦，然后第4个就是说你有没有持续打电话去问候。这个4个如果你能长期去做一个有效的登记的话，你基本上就会判断出究竟是流量或者是销售对话的问题，还是产品跟服务本身哦。因为其实做销售的很少人会去做记录，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销售它不是一个专业哦。那其实我们在念书的时候没有念到所谓的销售学，大家会觉得说在这个社会的地位就是觉得找不到工作我们才来先做销售，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我也能理解为什么，就是说因为大家都觉得拉不下脸嘛，总觉得说做销售就是跪着求人的感觉，但是不应该有这种的想法哦，因为销售其实才是替一个公司创造业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哦。那还有就是销售跟说服其实是有差别的哦。那说服呢是让对方基于我的理由，然后做我希望他做的事，比如说就赶快把钱给我，或者是买我的东西，buy my stuff， 就是这样子哦。但是销售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哦，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想法，你要让他去说服他自己，就是帮助对方基于他的理由做出他原本就想做的决定哦。为什么觉得说你今天去逛百货公司，女孩子嘛买化妆品，我一进去就是要买化妆品，你有时候你除非是一个品牌的长期用户，要不然基本上都是想要做变漂亮变美。那这时候其实你要做的就是告诉他你的差别化，那他这时候他就会自己去做决定，因为你很难去在一个时间之内去说服一个人，除非他自己脑子里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了哦。那真正好的销售会预先理解客人的抗拒，所以在介绍方案的时候，你就可以先把这个抗拒点自己先说好了，而不是说等到报价之后才拼命的要处理反对的意见哈，因为那时候就是比较来不及了哦。那很多销售就会想说，还没有搞清楚对方问了一些什么问题，就开始狂介绍自己的产品啊、证书啦、方法啦、功能哦，有时候越说越多就越乱哦。事实上你会把顾客的脑子搞得会非常的混乱。其实有时候说的越少，然后就是精准说到那些他可能会拒绝的点，其实就够了哦，因为你就要等着对方问你问题罢了。很多时候顾客的反对意见啊，很多时候真的是因为销售过程中问题没有被回答，所以你要最好的方式就是说，提前了解顾客的疑虑，并且在介绍方案的时候就主动就去说清楚了哦。很多人就是说，你来跟我讲话，你就是想要赚我的佣金，这是就像我说的嘛，回到第一条，
当你觉得别人来跟你说话的时候，他就是想要赚你佣金的话，那你就要反过来想，等到你变成一个销售的时候，那也有可能别人也是这么看着你的哦，那就会觉得说，他就可以闻到那个钱的气息，他会觉得说你在意的是那个成交，而不是在意这个人哦，因为你只要持续接触足够多的合适的客人啊，那我相信每个业界都有他们一个基本值，那如果你低于这个基本 percentage 的话，你就提高到那个 average 就好，然后再来就是再提高比这个业绩好的更好的一个成交比哦，你就是非常非常优秀了，真的。那我先再套一下吧，我之前为什么会想要做销售，因为可能这方面也是我当初职业的一个选择，因为当时我硕士念完之后呢，其实我英国找工作呢，每一个公司都是海量，因为世界各地的人才济济哦，你那还没见到你之前，你的要先脱颖而出哦。然后别人才会想说要不要叫你去应征。然后我会觉得说，当我在找这份工作的话，比如说这个底薪是，比如说是2万镑，然后未来的前景我能做到多好呢？我几年之后我才能这个数，而且我还要。如果这个公司好的话，我才能收到年终奖金哦。那这样很浪费时间。那我就会觉得说，什么样的工作是底薪跟我要去的公司是一样的？但是我的上限会比较高一点的哦。那我当时会选择就是要做售，因为这个职业是非常有趣的，收入会比死死的做一个朝九晚五的收入还要好。所以我当时念完书还是决定就是找销售方面的工作。那我也没有说随便找一个销售，因为要长期观察伦敦的所谓的存在的需求哦，一个长期需求。比如说汽车、房地产、奢侈品，然后或者是健康产业哦。当时我是这么锁定，然后再加上我们有语言的优势，我们会有垂直的一个客户。因为年轻的时候无所谓，然后买房子啊，那确实找一个就是让自己的收入能更高的。学销售呢，就像我说，我很喜欢观察人的，我有时候会去公司里面去看，为什么他们要买这些东西。对人是蛮兴趣的，然后再想怎么赚钱的。因为很多销售是他对人没有兴趣的，他就只想赚钱。其实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状态，因为为了钱，很多人都会愁眉苦脸，一旦被人家打枪了之后，可能就是说啊，我又一个 no， 其实心情是很不好的，是压力会很大的。如果你本身没有接触人的热情的话，你再去做这行业的话，其实是真的是会很脏会内耗的哦。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啊。那我们现在又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就是5大问题，是销售者本身呢，第一个就是太需要成交了哦，那就是我刚才说的嘛，客人感觉到你的焦虑，还有所谓的佣金味哦，所以他对你就会很难产生所谓的信任。因为一旦你会觉得说你需要他比他需要你多的话，那就会不被人家重视，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如果你太在意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你真的不敢开口，也不敢报价，然后有时候一被打枪说哦那OK，然后就走掉了哦。但是其实也没有所谓，就是好奇心，你就问他说，为什么 no 呢？明明你进来其实是有这个原因的，那顾客就会告诉你为什么。第二个就是说你说的太多了，有时候我看到就是很多销售会跟顾客抢拍子，就是顾客话还没讲完，那个就有人就会说啊，这个很便宜啦，你市场上没有看到，绝无仅有，然后比别的便宜都便宜多了，然后你看我们这个不一样，跟别人有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其实东西都是大同小异，其实你给他多点时间，你赚到钱的几率会更大哦。因为你越讲越多，越讲越乱，他的脑子，人的脑子都是这样，你可能一下子就只能过滤1-2个讯息，就2-3个点讲到了，他就这3个点自己会去过滤了，就是你发现他眼睛就在动了。你就讲那个一整串100多个字的话，
出来的话，可能他也不记得，然后就觉得说你怎么越来越烦，然后就会开始觉得说你真的了解我吗？有些更焦虑的顾客，他可能有选择困难的你现在只是打扰他去下定决定买你的东西哦。那其实这样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少一点，那你说少一点，然后呢，如果你就等到说 yes no yes 为什么，然后就收钱 no 为什么，就大概问一下几个问题，然后你就看看这页标准里面都是什么样的人去做成交的如果你觉得说这样审核不了的话，那就是不要跟人家起冲突，然后慢慢去做个 follow， 这样就好了，不要讲太多。对啊，你真的没办法把一个不适合的人说成一个适合的人了，因为他这样子其实已经没有一个积极性，而且你说透了就好了哦，帮助顾客看清楚他自己的问题跟他的选择。第三个呢，试图去改变一个已经拒绝的人哦，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少数人的身上哦，而不是接触更多合适的客户哦。很多人会把销售误解成说服，但是就像我说的，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哦，因为如果客户觉得你真正的了解他，重视他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成交而欺骗他，那他购买的就不会是一个产品跟一个服务，因为他最后购买的是对你的信任哦。那第四个呢，是想说服他人，而不是帮助顾客来厘清他的决定哦。那这个东西，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对中年创业者非常的重要。很多在比如说40岁、50岁之后开始创业的，过去有可能是主管啊、顾问啊、治疗师啊、教练啊，或者是讲师，或者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哦。那我们很习惯就是别人因为我们的职称跟专业而尊重我们，比如说叫我们老师之类的。但是你真正开始创业的时候，你突然要主动去介绍自己，然后又要寻找客户啦、谈价钱、跟进啊，还要面对拒绝，很多人心里是过不了那一关的，因为很多人他有一个所谓的 ego 啊，就是所谓的自尊心，或者是那种就是好像有点看不起人啊，然后觉得就是说的嘛，那觉得 sales 然后又被别人看不起啊，我觉得说我以前是专家，为什么现在变成一个销售员？主动联络会不会觉得我很缺客户啊？那因为如果没有人知道你，没人理解你，也不可能去信任你哦。不管你专业有多好，自然不能变成一个生意。那第五个呢，是内在抗拒的，就是自己不尊重自己的价值。那你非常需要别人说 yes 那你这时候你的表情啊，还有你的语气、行为，其实都会发生一连串的变化哦。那如果你过度解读的话，你就会焦虑。那有时候他就会主动去降价，有时候开始会很生气哦，就开始趾高气扬，就会气势就起来，想要压过对方，然后强迫对方哈。有人会很害怕顾客突然变成沉默，那或者是说你根本不让客人有思考的空间，那最后如果人家说 no 的话，你又要带着你受伤的心走，那其实没有那个必要啦。因为你越让顾客感觉你需要他，其实他越不相信自己需要你。这个东西是要让大家去研究一下的。你要相信自己的价值。今天的分享就回到正题。如果你是中年的创业者，你注意这4个点总结的啦。就第一，不要抗拒销售，要把它看成价值交换。第二个呢，不要需要每个人都说 yes。那你的目标是要得到一个清楚的决定，而且那个决定不是那种慢慢的决定，而是要给你一个很快的决定，说他到底要还不要，然后你去做下一个，你究竟是不是在说话的时候没有把他的疑虑去打消掉，拿到更多的钱哦。第三就是不要纠缠少数的客户，要增加与合适客户对话的数量。你只有对有需要的人说的话，你才有可能赚到钱。第4个呢，不要急着去证明自己，要去了解顾客的问题跟购买的理由，然后做个小笔记，跟你买的人到底都是什么样的人哦，这样你就可能更加的聚焦哦。那销售呢，不是放下身段然后求人买东西哦，销售是把你的专业转换成客户能理解并且
愿意付钱的价值哦。那如果你是45岁以上啊，正要把自己的经验跟专业变成一个生意的人，我也想说，请你在留言区回答一下，告诉我你最难跨过的是哪一关于销售方面的哦。第一个是不敢主动找客户呢，还是第二个害怕报价？第三个觉得做销售很丢脸，第四个怕被拒绝后就不敢开口。那你的疑虑是哪一个呢？可以的话请在下面留个言吧。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啦，谢谢。